为了名与利，男人必须要跟他不爱的人结婚。然而眼看婚期在即，一个女人的突然回归彻底动摇了他想要结婚的念头。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荷尔蒙作祟罢了时，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这其实是抑制已久。这是一部于1993年上映的爱情伦理电影，跟《廊桥遗梦》一样，观后感后劲十足，不少观众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剧情虽说平淡缓慢，但却值得永久收藏反复重温。兰特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未婚妻玛丽同样也是，只是无论是论地位还是比财力，玛丽的家境都要比自家的高出许多。兰特虽然内心深处总会熟谙上流社会的空腹无聊，但考虑到优越的律师工作跟婚约所能提升的身份地位，足以使后半生安逸富足的度过，他便也不敢与之抗衡。婚期在即，玛丽的表姐突然回来了。三人曾在小时候是形影不离的玩伴。倘若艾伦当初不是非要嫁去欧洲，兰特如今的未婚妻人选或许就是他了吧。多年未见，艾伦还是一如既往的口直心快。You were horrid. You kissed me once behind a door, but it was your cousin Vandy, the one who never looked at me, I was in love with. 相比之下，一旁的未婚妻玛丽则显得十分娴熟。艾伦的回归吸引来了各种观众，在众人的眼里，她就是一个讨人厌的异类。因为无法忍受伯爵丈夫的骄奢淫逸，她直接从欧洲出逃回来，到了纽约。当初远嫁欧洲本就以为世人所不解了，如今居然只身逃了回来，并且听说她还打算要离婚。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自然是会遭到上流社会的孤立与排挤。在所有人看来，错的是她，而不是她的丈夫。毕竟在当时的19世纪，要想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就要接受这么一个限定：男人可以拈花惹草，但女人就必须规规矩矩。因此，艾伦的大胆行为和追求自我的作风是不被社会所接纳和允许的。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依然我行我素，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人潮汹涌的歌剧院，用优雅淡定对抗着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排挤。阔别多年再次相见，兰特的心不禁泛起了一丝涟漪。他欣赏艾伦的敢作敢为。订婚宴上，艾伦并没有出席。玛丽以为艾伦是因为没有好看的礼服见人才不来，但兰特却明白，对方是因为知道自己并不被上流社会接纳，所以才拒绝参加隆重的社交活动。尽管上流社会一直排斥着艾伦，但他的娘家人一直都很包容他。为了改变现状，兰特被派去请求一对相当于上层阶级的教父级别的老夫妇，请他们带头做出接纳艾伦的表率。在老夫妇为他们的伯爵侄子举办的欢迎会上，艾伦被邀请而来。期间，他径直地走到兰特面前，然后很自然地坐下。这不合规矩甚至有违传统的行为举止惹来了他人的眼光，但他竟毫不自觉。或许是因为从小就认识的原因，艾伦在兰特面前表现得很直白。他说老夫妇的那位伯爵侄子是个赌鬼，暗示对方在欧洲的名声很差，但回到纽约这儿来，竟就成了香饽饽，一直被追捧被崇拜。艾伦坦言对上流社会主的那一套作风并不认同。 Not all the blind obeying of tradition, somebody else's tradition. 他的这些话深深地震撼到了兰特，但他并未有所表现出来。为了屈从于整个纽约，他一直在抑制着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态度。艾伦就如同一股清新的冷空气，吹散了上流社会的尘腐之风。他是那么的坦率真实。兰特开始意识到，生活原来可以这样鲜活生动，本来可以就这样维持着不好不坏的局面的。直到艾伦提出了要离婚的请求，他的娘家并不同意他的做法，便让身为律师和准表妹夫的兰特去说服他不要申请离婚。作为亲友和代理律师，兰特开始一步步走进这个大胆的女人，逐渐发现其潇洒的背后是孤独与心酸。只要他能一直待在纽约不回去欧洲，其实离不离婚都无所谓。然而一旦闹到离婚了，他的那些婚前嫁妆都拿不回来了。一旦公开诉讼，家族便自然会被蒙羞。 Perhaps more harm than anywhere else. Our legislation favors divorce, but our social customs don't. Never? Yes, so my family tell me. 当他分析完了各种不应该提出离婚的理由后，艾伦便泪眼朦胧地回应说，他想离婚是因为想要自由。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嫁错了人，就仿佛给按上了不洁的印记。面对痛哭失声的艾伦，兰特一时间不知所措，慌乱中他握住了他的手以示安慰。 Does no one cry here either? I suppose there's no need to. 怜悯之情是可怕的，它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爱上对方。兰特正是如此。面对未婚妻玛丽时，他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明眼人都感觉到少了点热烈的激情。但在面对艾伦时，他眼里有种藏不住的心疼。在玛丽与他母亲南下避寒的那段时间里，兰特忍不住多次书信联系艾伦，但并未得到回复。他感觉到对方似乎在逃避着些什么。得知对方去往了附近的一个偏僻小镇上过冬后，兰特借口出差来到了这里，也找到了心心念念的艾伦。他的出现，艾伦属实感到有些始料未及，但更多的是欣喜。兰特很直接，他询问艾伦为什么不回复他的书信，为何要逃到这偏僻小镇。等待回应的期间，他控制不住地幻想着艾伦会给出自己想要的答案。谈话间，一位公爵正前来寻找艾伦。
就在艾伦上前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兰特甩开了他的手。他误以为艾伦与那公爵有私情，因为在早些时候，他曾看到过这男人出现在艾伦住处。回忆起他们当时谈笑风生的样子，再结合如今的种种，的确很难让人不误会。一气之下，兰特不再联系艾伦，也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艾伦写了好几封信给他，他都没有回复。他拼命压抑着内心的真实情感，甚至把对艾伦的感情看作是婚前的最后一个考验。他匆匆南下找到玛丽，表示想要缩短订婚期限，希望能早点结婚。两人也因此产生了第一次的争执。玛丽并不想这么着急，并且很直接地说出了心中的疑惑。Let's talk frankly, Newland. I felt a difference in you, especially since our engagement. Since our engagement? If it's untrue, then it won't hurt to talk about it. And if it is true, then why shouldn't we talk about it now? I mean, you might have made a mistake. If I'd made some sort of a mistake, would I be down here asking you to hurry our marriage? I don't know, you might. It would be one way to settle the question. 玛丽没有指出她的怀疑对象是艾伦，而是把那人说成是那个曾被兰特拒绝过的女孩。她还说，她不希望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此时此刻其实正是摊牌的最好时机，然而兰特并没有好好把握住。他极力否认没有第三者。No one between us. 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us, May. Which is precisely my argument for getting married. Quickly. 一步错便步步错。从佛罗里达回来后，兰特便来到玛丽奶奶那提出希望尽快完婚的请求。然而在90年代，订婚到完婚的这个期间至少是间隔1年的时间。反观兰特与玛丽，订婚至今才仅2个月，如此仓促实在有违传统。这不禁让奶奶想到了艾伦。她开玩笑地说，兰特的这般率性而为像极了艾伦。Why in the world didn't you marry her? Well, for one thing, she wasn't there to be married. No, to be sure. 谈话间，艾伦回来了。对视上的瞬间，两人心里都感到了一丝悸动。即便兰特一直试图将感情和生活重新纳入正常的社会伦理体系内，但他还是失败了。理智终究抵不过情感的强烈冲击。离开时，他在艾伦耳边轻声细语地询问到什么时候方便相见。When can I see you? 晚上，互有好感却又不敢逾越半分的两人见面了。除了寒暄最近的喜怒哀乐，他们还就尽快完婚一事展开了谈论。艾伦明知故问兰特为什么要这么急完婚，兰特并没有直面回应，随即道出了玛丽觉得他有第三者的怀疑。艾伦静静地听着，门外响起了一阵马车声。艾伦说那是来接他的，那位公爵来接他去附近乡下游玩。兰特立马就急了。 May guess the truth. There is another woman. Only not the one she thinks. 面对迟来的告白，艾伦惊慌失措地逃开了，随即懊悔地说道：“一切都太迟了。” Loved you. But you are the woman I would have married if it had been possible for either of us. You can say that when you're the one who's made it impossible. I've made it. Isn't it you who made me give up divorcing? Didn't you talk to me here in this house about sacrifice and sparing scandal? And for May's sake and for yours, I did what you asked There were me. things in your husband's letter. Nothing to fear from that letter. Absolutely nothing. I was just afraid of scandal for the family and you and May. 他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沉痛。在确定了艾伦对自己的心意后，被欲望冲昏头脑的兰特表示这一切都还来得及，他们可以私奔。此话一出，立马就被艾伦否决了。他之所以会爱上兰特，是因为他是个有责任感的好男人，而有责任的他是不会也不应该违背承诺。两人的爱情不仅仅牵涉到3个人与2个家族的声誉，更为重要的是，这会触动他们所在的上流社会的道德基石。Newland, you couldn't be happy if it meant being cruel. Don't you see I can't love you unless I give you up? 紧接着，艾伦就收到了玛丽的来信，对方在信中表示家里人已经同意他跟兰特提前完婚的请求。至此，还在理智与情感中苦苦抉择的兰特再也没有了退路。他与玛丽按部就班的结婚宴请。度蜜月时，兰特想邀请一个比较谈得来的作家到家里做客，但玛丽却不大喜欢。他反问兰特：“你不觉得那个作家衣衫褴褛的，让人感觉有些粗俗吗？”兰特闻言后便打消了邀请对方的念头。温柔恬静的玛丽总会在关键时候不动声色地施加着压力，兰特的棱角也渐渐被磨平，自我安慰着还是遵从传统比较省事，享受着上流社会所带来的各种优越的同时，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譬如这所谓的礼仪规矩，则是他所不能冲破的。至于艾伦，他一直在避开兰特与玛丽。在两人度完蜜月归来拜访玛丽奶奶的那天，碰巧他也前来探望。奶奶吩咐兰特去海边码头接其回来聚一聚。兰特去了，他等这个机会等好久了吧。当看到码头上的艾伦的背影时，他暗自在心里打赌，如果在帆船驶过灯塔前，艾伦回过头来，他就去带他离开，不顾一起的一起走。然而直至帆船没了踪影，艾伦也没有回头。兰特失望地转身离开，但他并没有按照自己心里打赌的约定放弃对方。离开时，玛丽忍不住念叨道：“艾伦变了，变得不愿跟人来往了。或许他应该回去欧洲，回去他那个风流成性的公爵丈夫身边，会更自在些吧。”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you be cruel before. Cruel? Even demons don't think people are happier in hell. Then she shouldn't have married abroad.
简单的对话便能看出，两人无论是在价值观还是心性方面的差异。兰特讨厌这种习以为常的冷漠，每从他人口中听到艾伦的去向时，他都忍不住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为了避开表亲玛丽的造访，艾伦独自旅行去波士顿住2天，而兰特在得知后便找借口出差去波士顿见他。Oh, Ella, I'm here on business. I just got here, actually. 两人谈起那天在海边，兰特说：“我见到你了，但没有去找你。”艾伦说：“我知道，我是故意忍住不回头的。或许成年人之间的所有错过，不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罢了。” To get as far away from me as you could. As I could, yes. No, why you don't just go back to Europe? I believe that's because of you. Me? I'm the man who married one woman because another one told him to. If my marriage is some victory of ours, then there's really no reason on earth why you shouldn't go back. You gave me my first glimpse of a real life, and then you told me to carry on with a false one. No one can endure that. I'm enduring it. What's the use? I know you'll go back. I won't. Not yet. Not as long as we both can stand it. This is not a life for you. It is. As long as it's part of yours. 为了能在兰特的生活中有点参与感，艾伦拒绝了远在欧洲的公爵丈夫要她回去的请求，但后果就是她变得有家不能回，要到处借住。就像之前说的，所有人都认为她不应该离婚，应该回去欧洲，但她偏不，以至于除了奶奶，其他人早就不管她的死活了。而还能留在纽约的唯一指望，就是玛丽奶奶给她的一点生活费。但倘若被人知晓她和兰特的事情，她怕是1分钱都不会有了，两人也无法继续在纽约立足。远在欧洲的公爵丈夫派来了他的秘书，对方先是找到兰特，再三强调公爵希望艾伦能回去欧洲，但在私底下，秘书说出了艾伦在欧洲生活的日子其实非常难过。虽然他是公爵的人，但出于同情心，他并不希望艾伦会回去欧洲。I would ask you to use your influence with them. I beg you, monsieur, do not let her go back. 然而随着之前总是来找艾伦的那个公爵投资失败，艾伦不得不回去欧洲了。他早些时候之所以与那位公爵来往密切，都是因为投资。如今投资失败，他就等同于破产了。最糟糕的是，原来一直支持他的奶奶也被娘家人说服不再支持他，以此来胁迫他回去欧洲依附他的公爵丈夫。无奈之下，艾伦放弃了最后的挣扎。Somehow I want to get away with you and find a world where words like that don't exist. Where is that country? 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Is there anywhere we can be happy behind the backs of people who trust us? I'm beyond caring about that. No, you're not. You've never been beyond that. I have. I know what it looks like. It's no place for us. 送行宴上，所有人都在谈笑风生的。兰特将一桌慈面善目的人视为一群沉默的监视者，他们似乎都在盯着他与艾伦，以防节外生枝，就连最后一个能让他俩独处的机会也不给。当兰特给艾伦披上披风，说想送他上马车时，马上就有人抢先一步。兰特唯有佯装不经一事地说，很快会去欧洲探望他。艾伦微笑地回应着， Oh, if you and May could come. 看似简单不过的客气话，背后其实是深深的叹息和颤抖。在兰特还不明白的时候，艾伦已然知道他是不可能也不会来欧洲的了。结婚前，玛丽就敏锐地感觉到兰特的变化，结婚后，她更是察觉到兰特每提到艾伦时的感情波动异常明显。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如何运用柔弱和无辜的力量，也知道应该向何处借力。在艾伦离开后不久，兰特起了要追寻他的踪迹的念头，他打算辞去律师一职，借口说是想要旅行散心一段时间。对此，玛丽并不感到意外。Europe or Perhaps even farther. 兰特本想直接摊牌的，但玛丽似乎洞悉一切。她轻轻地伏在兰特的膝头说：“她怀孕了。”在还未确定的情况下，玛丽便告诉艾伦知道她怀孕一事。如此看来，她大概是早就知晓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了吧？为了阻止两人犯下致命的错误，她利用了艾伦的道德感，从而选择自己离开。兰特愣住了好久好久，玛丽看向他时的眼神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纯真，更多的是欲说还休。至此，兰特为了孩子留了下来，艾伦似乎就此变成了遥远的过往，成为了他尘封于内心深处最令他悲伤哀痛的一缕幽魂。直到多年以后，玛丽因病去世，兰特也已白发苍颜，他仍然对于艾伦的那段往事抱有无尽的遗憾。直到儿子提出要跟他去欧洲旅行，路上还说已经约见了艾伦，兰特顿时有些愕然。儿子随即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母亲玛丽其实早就知道父亲心中另有所爱，只是没有说破罢了。直到临终时，玛丽才私底下告诉了儿子这件事，希望能在自己死后，儿子可以帮助父亲兰特去追寻真正想要的。 She said she knew we were safe with you, and always would be. Because once when she asked you to, you gave up the thing that you wanted most.
兰特这才猛然醒悟，妻子玛丽并不是他以为的一无所知，而是心知肚明并一直理解着他，甚至默默忍受着一切，只为捍卫他与家族的名声和整个家庭的幸福。对于接下来与艾伦的见面，兰特选择了转身离开，他这是在给予深爱着自己的玛丽一份尊重，也是在为那爱情保留着所谓的体面。正如艾伦曾说的那样，除非放弃你，否则我无法爱你。纯真年代，这是一部需要细细体会感受才能看得懂的电影。它确实一点也不纯真，在那个男人都是戴礼帽的绅士，而女人都是穿长裙的淑女，行事必须讲究体面传统，即使发乎情也得只乎礼不逾矩的年代，想要做一个纯真的自己似乎是不大可能。成年人的感情更是从来都没有纯真可言，一切都是权衡利弊。为了不使两个家族蒙羞，玛丽留住了兰特，而为了不让玛丽与腹中孩子受伤，落得像自己那般被排挤的下场，艾伦选择了离开。至于兰特，为了孩子，为了守住了最后的责任，他留了下来。从来都没有谁的人生道路是笔直没有岔路的，而当你真正走到岔路时，如何抉择，如何取舍，是否能通过这道人生考题，全在于你的自我。能永远凌驾于爱情之上的是责任与家庭。Break down, you might belong.